与此同时的江城医院，刚吃完饭，想在病房外面走动走动的风情，在病房门口与他父兄迎面相遇。他们也刚要进来，大哥手里提着几个保温饭盒，二哥三哥一起抬着一大篮的水果，老父亲则是抱着一束花。看到凤晴的时候，他们本能的都看着他，好像不认识了他一样。爸，你们怎么又来了？凤晴最先说话，她淡冷地问着。人跟着错开了身子，让父兄进入病房。方瑶在洗手间里清洗保温饭盒，他的每天3餐是方瑶准备的，除了方瑶送过来的，其他人送来的他都不会吃，就连外卖他都不敢吃，就怕会被老母亲再放倒一次。在医院躺了几天，医生是说没有验出他被什么药药到的，凤晴却觉得医生可能是被收买了，不敢说出真相。现在医学发达，验了那么多天，怎么可能验不出他体内残留着什么药物成分？他们说没有验出来就没有验出来了。凤晴今天已经恢复的七七八八了，她只需要知道那种药只会让她睡着，以及四脚有点软，不会有生病危险就是。醒来后每天大量喝水，用于排毒，熬过几天她便能慢慢恢复。想来她老母亲还是念着母女之情，不会真要她的命的。老母亲也亲口说了，她若不是亲生的，早就死了不知道多少回。看到站在病房门口的4个人，方瑶淡淡的打了声招呼，便自顾自地拿着洗干净的保温饭盒穿过了小厅，进了病房，将保温饭盒放在病房里的长柜台上面。那个长柜台在床尾，没有挨着病床，有点距离，是方便家属放东西的。旁边还有个柜子，可以放不少东西。很快方瑶又出来了，凤晴已经在沙发上坐下来，郑华父子4人也进来，将东西放在茶几上，然后3个人坐在长沙发上，一个人坐到了另一张的单人沙发。方瑶很自然地走到了凤晴的身后，站在她的身后，如同护花使者一般守护着她。阿晴，你吃过饭了？郑华慈爱地问着。不知情的人看到此刻他对凤晴的态度，都会说他是个好爸爸。刚吃完。凤晴扫一眼茶几上的保温饭盒以及水果，他对父兄说道，方瑶照顾我照顾得很好，你们不用操那个心了，水果饭菜你们都拿回去，花束也一样，我这里不需要太多的花束。乔少来看我的时候，给我送来的花束还插在花瓶上，已经没有地方再放花，所以你们不必再给我送花来。营养、零食、水果我这里都不缺。乔少也都送了不少过来。乔涵和海玲带着商无痕以及战印过来看望他，给他送来了很多吃的喝的。医生每天来巡房，都说他这间病房像个小超市了，什么都有。自家人送来的东西凤晴不敢吃，乔涵和海玲送来的他反而敢放心吃。很讽刺，自家人会算计他，与他敌对关系的海玲他们反而不会阴他。郑华说道，阿晴，这是我和你哥哥们的一点心意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你住院我们怎么能不来看看？爸年纪大了，体力不支，加上前段时间也住了很长时间的院，没有能力照顾你，但你的哥哥们年轻力壮，照顾一下你还是可以的。你要是觉得你哥哥们照顾你不方便，让你嫂子们过来陪陪你也是可以的，不用老是麻烦方先生，方先生始终是个外男。郑华特意咬中了外男2个字，提醒女儿与方瑶保持距离。医院里的人不知情，肯定将方瑶当成了阿晴的丈夫。郑华很不喜欢方瑶，应该说他讨厌家主身边的全能助理。别看他每次看到杜先生都客客气气的，有时候还像兄弟般亲热。事实上，他内心最讨厌的人便是杜先生，也最恨杜先生，因为杜先生比他这个丈夫在凤月面前更的脸，也比他更得凤月的信任倚重。
凤月什么事都会跟杜先生说，跟杜先生商量，却对她这个丈夫的瞒得紧紧的。她知道的都是凤月愿意让她知道的，凤月不想让她知道的，她别想知道。方瑶看阿晴的眼神藏着情愫，别以为她看不出来。郑华不想让女儿和方瑶有什么，方瑶什么都没有，她就是女儿身边的一条狗而已。郑一帆也说道：是呀，阿晴，你让你嫂子们过来照顾你吧，他们来了还能陪着你聊聊天，话话家常。方先生想来也忙的，不能老是让方先生在这里照顾你。老母亲突然给他父兄4人下了命令，让他们过来取代方瑶的位置，不要让方瑶留在阿晴的身边。他们是凤晴的家人，凤晴住院了，理应他们这些家人过来照顾的。老母亲还把他们骂了个狗血淋头，说他们没有一点父女情、兄妹情，说凤晴住院几天了，他们也就来看过1、2回，次次都是他要求他们才过来的，特别是他兄弟3人被骂得特别厉害。母亲已经回公司上班，不过是心情不好，一张脸天天绷得紧紧的，好像谁欠了他几百个亿没还似的。凤氏集团的人这2天也是过得提心吊胆的，好不容易到了周末，结果老母亲说全都加班，这周不休息，加班有加班费，换成以往，大家肯定不会有什么意见，毕竟周末2天上班是给双倍工资的。可是现在老母亲心情阴晴不定的，他们当儿子的都害怕被老母亲骂一顿，更不要说其他职员了。盼到了周末，本想休息2天，缓解一下压力，结果还要加班，大家私底下都哀嚎一片，但没有人敢说不来加班的，除非不想要这份工作了。临近年关，大家都会有一笔年终奖，他们可不想因此而错失了年终奖，只能提心吊胆继续上班，反正离放年假也不远了，忍一忍吧。郑一帆想起下午被母亲叫到总裁办公室痛骂的情景，脸都还抽了抽。老母亲骂他不知道关心凤晴，没有兄妹情，还说他这样子无情无义，以后有他的苦头吃，说什么凤氏以后是凤晴的，他们都得养着凤晴过日子，还不知道讨好凤晴，还像以前那样对待凤晴，简直就是不带眼睛不带脑子过日子。没看到时事不一样吗？郑一帆被母亲骂得一句话都不敢说，然后母亲就让他们下班后给凤晴送晚餐过来。老佛爷发话了，郑一帆哪敢不从，赶紧打电话给父亲，让父亲吩咐厨房临时临急的做了几样菜，打包好带到医院来。父兄4人一起来看望凤晴，结果就是老父亲也骂他们。郑华早就叫着3个儿子，带着儿女回他的老家去，避开凤氏家族最乱的时刻，偏偏3个儿子不听他的，只将孙辈送回了老家。能保住孙辈也好，郑华拿儿子们没有办法，也没有离开，留在江城。凤月知道孙辈全都回了他的老家，倒也没有说什么，就是跟儿媳妇们说了，叫孙辈们都留在他的老家过年，不用特意赶回江城市区过年。郑华觉得老七跟儿媳妇们说的话，就是在传递一种信息，凤月与他外甥女的争斗会在年前终结，不是凤月死就是对方亡，总之不会留到过年。于公于私，郑华还是希望凤月赢的，哪怕凤月对他太狠了，让他变成了个老太监，好歹他们有几个孩子，也有不少的孙辈，只要凤氏家族还由凤月说了算，他的儿孙都有好日子过。若是凤月输了，凤氏的一切回到商太太手里，他的儿孙还有什么好日子过？就他们现在的那点私产，经营的好的话也能过上好日子，就怕他们经营不好，没有老母亲在背后收拾残局时，会败落得很快，最后沦落成穷光蛋。那他郑华这一辈子所图的、付出的都成了泡影，气都能气死他。凤晴扭头看了2眼方瑶，
然后对父兄说道：“方瑶在这里照顾我有什么不妥？他这一辈子都是属于我的，他就是我的人。”凤晴霸气地道：“我的人照顾我，理所当然，没有什么不妥的。”凤晴这是将方瑶看成她的男人了吗？两个人之间是不是发生了点什么？他们一点都不知情。凤晴看上去是那种不容易动心动情的人，不是没有男人喜欢她，但她从来不动心，也不给他们机会。她欣赏的男人只有乔涵，但乔涵是乔家的大少爷哦，是大小姐，人家乔涵是个货真价实的女人。就算乔涵不是女人，以她的身份地位，她也不可能给凤家当上门女婿的。凤晴喜欢乔涵，注定不会有结果。哥哥们都要上班，我听说妈这2天在公司里老是骂人，想必哥哥们压力也很大。我就不麻烦哥哥们的，免得你们完成不了手上的工作，被妈骂得狗血淋头的。不，我们没事，照顾你比工作更重要。这2天的情况，郑一帆兄弟3个到宁愿躲到医院来照顾凤晴，也不想留在公司里面对总是骂人的老母亲。不用了，除了方瑶，我也不信任你们任何一个。郑华等人的脸色都不好看了。凤晴说话简直就是凤月的翻版，毫不客气，一点面子也不给他们。这就是他们凤家女人的强势。这么强势的女人，婚姻能幸福到哪里去？郑一帆在心里吐槽着凤晴，觉得自己的老父亲才是真正能忍的人，堪称忍者神龟了。换成他们，想到自己从懂事起，面对母亲的霸道强势，他也只能服众，只能忍。父亲是老忍者神龟，他们几个就是小忍者神龟了。阿晴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们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一家人。你们心里的女儿、妹妹只有凤若，彼此都心知肚明的事，就不要再假惺惺了。凤晴淡冷的道：“爸，你也不用过来演父慈女孝的戏码，你能演出来，我却演不出来。从我回来到现在，爸对我是什么态度，我记着。凤若还活着时，郑华还想过帮凤晴安排婚事，安排的男人还是个二世祖。当爸的若是真心为了女儿好，怎么可能给女儿安排二世祖？郑华是真的不喜欢他这个亲生女儿。父女缘浅，凤晴不强求，他命里头大概就是亲情缘薄的。是我妈叫你们过来的吧？想将方瑶赶走，没有方瑶守在他的身边，母亲想拿捏他，还是再次给他下药，好让他睡上一觉。等他醒来，天都变了。大哥，你回去跟妈说，错了就是错了，错了的结果总要面对的。我不是不想站在他那一边，但是我很难说服自己，不管好与坏，无条件站在他那一边。如果他打小就在母亲身边长大，凤晴想，他肯定会像凤若那样无条件地站在母亲这一边，也会和母亲一起跟商太太他们抗争到底。最后不仅会失去凤家的一切，也会失去他的良知。郑一帆讪笑着：“阿晴，怎么说？我们都是你真正的家人，我们身上都流着咱爸妈的血，是一家人。情义值多少钱？阿晴，人都是自私的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啊！”凤晴油盐不进的样子：“大哥，我不是3岁小孩子了，什么事情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我心里有数，你们都不必再劝我。妈真要把方瑶从我身边赶走，就让妈连我一起赶出凤家吧，反正我也不乐意留在凤家了。”凤晴的手机就响了起来，她掏出手机看了来电，显示是老母亲打过来的。凤晴深吸几口气，接听了母亲的电话：“你爸、你哥他们劝不动你吧？”凤月在电话里的语气平静得很，她知道给儿子安排这样的任务，他们是完成不了的。妈，你说过的，方瑶从来到我身边的那一刻起，她这辈子都是我的人，只能是我一个人的，她就是我的人，她不会和方瑶分开。母亲如果想将方瑶从她身边赶走，
他这个凤家接班人不当也罢，自己的事情都做不了主，他还当什么接班人？让他当接班人，他就要足够的权力。凤家主在电话里沉默了片刻后，对女儿说道：“方瑶是你的人，就一辈子是你的人。妈又没有说要调走他，妈也没有那个权利再调动他。全能助理一旦来到家主或者接班人的身边，能差遣他的人就只有他要忠心一辈子的主人。妈想和方瑶聊聊，你让方瑶来公司一趟，妈还在公司里。”凤晴警惕地问：“妈有什么事要和方瑶聊的？要跟方瑶说的事，不是应该先跟我说，我再和方瑶说吗？”阿晴，你不相信妈吗？我是你的亲妈，我还会害你不成？都说方瑶是你的人，就一辈子是你的人，妈没有权利，也不会将他从你身边赶走。你不让他来见我也没事，我现在就去医院，一样能单独的和他聊一聊。不过那样的话，妈心情不好，会做出点让你不高兴的事情来。两条路，你自己选择吧。凤晴抿了抿唇后说道：“我跟他说一声，妈叫我爸还有哥哥们回去，我不需要他们照顾，他再住上2天院就可以出院回家了。现在都恢复得七七八八，是方瑶不让他这么快出院，要他多住2天就当作是休息。再者，现在凤家和管城那边的斗争已撕到最后，凤晴出院，夹在中间当夹心饼也太难受。方瑶是心疼他，舍不得他去面对让他左右为难的局面。你是不用他们照顾，还是怕他们会给你下药？”凤晴也老实的答道：“两者皆有。他跟父兄都没有什么感情，他们照顾他，他也不习惯。况且他现在也不需要人照顾了，只要给他送饭便可。不像最初那2天总是头晕，没什么力气，下床走路都要方瑶扶着。母亲让父兄对他下药的话，他们真的会对他下药，药量可能还会很大，恨不得让他就此睡死过去，永远都不要醒过来。他们心里其实怨恨着他，觉得是他的回归才让凤若失宠，最后丢掉了性命。在他们心里，她不是他们的妹妹，而是抢走属于他们妹妹一切的坏人。凤若才是他们的女儿，他们是你的亲爸、亲哥哥们，亲兄妹，打断骨头都还连着筋。他们过去对你是不太好，但也没有做过伤害你的事。凤家主想替儿子们说说话，希望4个孩子在没有他这个老母亲的带领时，能够和睦相处。凤晴能够念一念手足之情，虽说凤晴不在他身边长大，却是他亲生的，跟他的3个儿子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妹，不必像仇人似的。凤晴淡冷的道：“那是妈压制着，也是我防备心重，没有给他们机会。他们不是不想做，只是做了没有成功。他和3个哥哥没有什么手足情，3个嫂子跟他关系缓和，也是因为3个哥哥出轨后，他站在嫂子这一边，替嫂子们出气讨公道。大嫂要离婚，他也支持大嫂。现在2个人还没有离掉，是财产分配不公，暂时还没有谈妥。凤家主想过劝长媳再原谅长子一次的，劝不来，大少奶奶对郑一帆真的死了心，不愿意再过下去，坚持要离婚。不过该他得的，他也不愿意放弃，坚持要求平分婚后财产。郑一帆想让妻子净身出户，他是过错方，还想让妻子净身出户。大少奶奶哪肯，他的娘家也不同意，离婚一事便拖到现在还没有解决。凤晴猜测年前2个人能离婚，母亲会劝说大哥离婚的，一是还长嫂自由，不要再撕扯下去，闹了亲家变仇家；二是离了婚，大哥的儿女可以跟着大嫂。凤家以后若是有什么事，好歹能保住大哥的血脉。不管是母亲还是父亲，他们现在都想保住孙辈。凤晴是在医院躺了几天，外面的事她都知道的。她还没有住院时，大嫂来找过她，跟她说这婚一定会离的。大嫂也向她道歉，
说以前对她不好，做过对不起她的事。凤晴挺同情三位嫂嫂的，他们在凤家大宅里生活的其实不幸福吧，因为有一个强势说一不二的婆婆。在凤家大宅里，他们根本就无法当家做主，大事小事都要请示婆婆，犯点错会被婆婆骂个狗血淋头。日常做的事就是讨好婆婆，老公又出轨，在外面养着小三小四的，公婆还偏向着出轨的丈夫。虽说婆婆也教训了当儿子的，当儿媳妇的还是觉得委屈。公公出轨，婆婆大发雷霆，不停地报复打压公公。他们当儿媳妇的面对出轨的老公，就连提离婚都还要不停地扯皮，想报复老公那是做梦。婆婆再怎么样都还是丈夫的亲妈，是站在他们丈夫那一边的。大嫂的道歉，凤晴接受了。虽说大少奶奶现在在和郑一帆扯皮离婚，凤家的人她都怨恨着，唯独和凤晴这个亲小姑子的关系改善了。阿晴，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事情是过去了，但是带给我的伤害却还残留着。有些事做过了，做错了，并不是说过去了就能一笔勾销的。不过妈放心，只要以后他们不来招惹我，惹毛我都不会对他们怎么样的。但是想让他以后拉兄长们两把，他不会。行了，不跟你说这些，你这臭脾气都不知道随了谁的，那么绝，那样爱记仇，你让方瑶现在过来见我。凤家主吐槽女儿的脾气不好，凤晴说道：我是妈亲生的，性格脾气都随了妈的。哦，她没有母亲那么霸道专制，她也不会像母亲那样，为了权势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往上爬。她是属于她的，她必争；不属于她的，送给她，她也不要。她可以凭着自己的本事，为自己打出一片江山，还光明正大的。凤家主被女儿气得脸色都黑了，可惜母女俩是在通电话，她脸就算黑得像炭，凤晴也不知道。叫方瑶现在过来。凤家主说完后直接挂了电话，怕再说下去他会恨不得顺着无线电波爬过去，掐死那个不孝女。被母亲挂了电话后，凤晴看向父兄，对父兄说道：我跟妈说了，你们回去可以了。郑华父子四人也听到了凤晴母女俩的对话，他们面上都有着尴尬，猜到凤家主是想让凤晴对哥哥们好一点，但是凤晴油盐不进，本来就对凤晴没有什么兄妹情的郑一帆他们，心里对凤晴就更加的怨恨。要不是凤家在危急关头了，他们真的想办法灭了凤晴。只是现在他们要是灭了凤晴，就是帮了管城那边，他们才没有行动起来。好吧，也是他们没有那个能力，他们只会躲在母亲的背后，从凤氏集团里占便宜，满足自己的私欲。阿晴，爸看你也好得七七八八了，既然不用你大哥他们照顾你，那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。我和你哥他们也回去了，有什么事儿就打电话给我们。怎么说，我是你爸，他们是你哥，我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。郑华神色自若地说着，人跟着起身，对三个儿子说道：天都黑了，我们回去吧，别打扰了阿晴休息。一帆，阿晴既然吃过了，把饭盒拿回去吧，放在这里也是占地方。阿晴，水果我们就不提回去了，花束你要是不喜欢，扔了便是，水果太重，提着累。郑华也不在乎那篮子水果，其实水果真没有什么东西，只是凤晴防他们像防贼似的，他们送来的水果凤晴是不会吃的。爸，水果也提回去吧，我这里真的什么都不缺，你们过来，人来就行，什么都不用买。凤晴还是让父兄连同水果都带走，他的二哥和三哥便又抬着那一大篮的水果走了，最后只留下了花束。等他们走后，凤晴让方瑶将花束扔到外面的垃圾桶里去。方瑶扔掉了花束，回到病房里，问凤晴：
家主在电话里说什么？要将我调走？你是我的人，这辈子都是我的人，谁都没有权利和资格将你从我身边调走。凤晴霸气地道，又说我妈叫你现在去凤氏集团见她，她说想和你聊聊。方瑶想了想后说道，家主想来也不会对我怎么样，我虽说孤身一人来到你的身边，但是我背后站着的是你们凤家，连家主都无法伸手进去的神秘培训基地，家主若是对我不利，他们会出面干涉的。凤晴却提醒他，你去见我妈，还是要小心点，谁知道她心里想什么，也不要指望着你背后的训练基地。几十年前我大姨出事时，她的全能助理遭遇到什么，他们可有出面干涉？我觉得他们就是只管培训的事，其他事情他们一律不管，估计也是被限制的，有着无法更改的铁律铁规。他觉得全能助理这个人被培养的冷漠不近人情，除了忠心能干之外，他们真没有太多情绪。方瑶也是这样，只对他忠心，对他有情有义，对别人都是无情无义的。可以说有人受伤倒在方瑶跟前，向方瑶求救，方瑶都不会伸出援手，除非他叫他救，他才会救。方瑶稍微好一点的就是知道他在乎谁，对方若是遇到困难或者危险时，方瑶会看着出手，不会完全的袖手旁观。这可能是方瑶爱上他的缘故吧。方瑶不说话了，你去一趟公司吧，他有事要跟你说。你不去，他也会过来，他过来，我母女俩又得吵架。凤晴让方瑶去一趟凤氏集团。方瑶担心的道，我过去，你一个人在这里，我不太放心。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会杀我的人只有我妈，我爸和我哥他们倒是想我死，但还没有那个胆。明目张胆对我下死手的话，他们也活不成。海玲他们绝对不会做那样的事，我妈不会杀我，这一点凤晴还是肯定的。母亲若想杀她，她早就死了不知道多少回。方瑶抿抿嘴，那我过去看看，有什么事你就打电话给我。知道了，快去吧。在凤晴的催促下，方瑶去了凤氏集团。由于凤家主这2天回了公司，他心情又不好，就算到了周末，也还有很多人在加班的。公司办公大厦灯火通明，走进公司都感到压抑。方瑶走进办公大厦时，只听到自己走路的声音。2名前台看到他进来，大概是凤家主早就交代下来了吧，他们只是站起来向他点头微笑，又朝他做了个请的动作，就没有其他动作了。方瑶很快就坐着电梯上到顶楼，来到了凤家主的办公室门口，他抬手便敲着门。好一会儿，里面才传来凤家主的声音，进来吧。方瑶推门而入，看到杜先生也在。在他来之前，不知道凤家主和杜先生商量什么事儿。方瑶进来后，凤家主看了他2眼后，便对杜先生说道，东西准备好就行，时间地点随时会变的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和方瑶说说话。杜先生恭敬地应着，然后扭身往外走。经过方瑶身边时，杜先生脚步顿了顿，似是想和方瑶说什么，最终却是什么都没有说。方瑶走到凤家主的办公桌前，家主。凤家主为颔首，指了指杜先生刚刚坐过的位置，对方瑶说道，坐吧。方瑶依言坐下。坐下后，凤家主便打量着他。方瑶神色自若，淡定得很。你好像比阿晴大2、3岁吧？凤家主忽然问道。方瑶答道，我比小姐大了2岁。凤晴28，她30。凤家主嗯了一声，这马上就要过年了，过了年，阿晴就29岁，你31岁，你们俩都年岁不小了。很多人在你们这个年纪早已经成家立室，说不定孩子都生了2个。阿晴对婚姻似乎不抱希望，她瞧不起他爸那样的男人，让他招个男人上门，他似乎很抗拒。凤家主叹着气，
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她不恋爱又不结婚，我愁得很。要给她介绍男友，她都懒得去相亲。她说优秀的男人都不乐意嫁入凤家当她背后的男人。默了默后，凤家主接着说，他是接班人，下一代的凤家主，他兼程着生下下一代继承人的任务的。不招个男人上门，他跟谁生个女儿去？那丫头居然说她可以找个男人睡上几回，怀孕生了女儿就有接班人了，不需要嫁人或者招个男人上门去妇留女。现在的年轻人思想跟他们这一辈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凤家主虽说是一家之主，但是思想还被束缚在女人必须要嫁人或者招婿上门，没有凤情的思想那么开放。凤家主愁着女儿的婚姻大事，方瑶一时不知道怎么接话，便默默地听着，一声不吭。方瑶，你出来后有没有去找过你的亲人？有没有调查过你自己的身世？凤家主忽然将话题转到了方瑶身上。方瑶谨慎的道，家主，我们被送到基地的人都是孤儿，孤儿无父无母无兄的姐妹的，我也没有去调查过，不必去调查。能进入基地的人，在这个世界上早就没有了亲人，就算有，也是很疏远的一些远房亲戚，那种远房亲戚不找也罢。方瑶是真没有去调查过自己的身世，也没有去找过自己的那些远房亲戚，他连自己是哪里人都不记得了，还怎么找？他被选进基地的时候5、6岁大的样子，那时候他都是孤儿了，父母双亡，又没有兄弟姐妹，他的父母有没有亲戚，他也不知道，只记得自己是在孤儿院被基地的老大看中，将他带离了孤儿院，带进了基地。想来老大是了解过，调查过，确定他无牵无挂，才会选中他，将他带走吧。凤家主默了默后说道，这倒是事实，你们进入基地都是几岁大的年纪，全都是孤儿，对过去也没有多少记忆了。你有没有想过结婚？方瑶严肃地道，家主，我们不能娶妻生子，不允许有感情，除非是对自己忠心一辈子的人动了情，他能爱的人只有凤情，其他人他都不能动情。好在他对其他人也不感兴趣，从知道自己只能对忠心一辈子人的动情开始，他的眼里心里就只有凤情。凤家主盯着他看了片刻，你无疑是个很优秀的人，年纪也不算大，跟我们家阿晴倒是般配。你是个孤儿，已经没有父母及兄弟姐妹，阿晴若是和你在一起，以后也不用处理复杂的婆媳关系。阿晴的性格，她怕是不耐烦，也处理不好婆媳关系吧，她太绝了。方瑶黑眸闪烁，家主，我只是小姐的全能助理，一辈子忠于小姐，为她上刀山下火海都可以，但感情的事轮不到我来做主。他是喜欢凤情，凤情对他也不是没有感情，但是他们之间，他永远只有配合的份，凤情才是握着主导权的人，凤情想怎么对他就怎么对他。家主刚才说了，凤情只想要个女儿，不想要丈夫，那么凤情还真有可能只会睡了他，不会给他名分。凤家主笑了笑，这个倒是，问你也没什么用，你做不了主。凤情对你如何？我看她是很信任你的，对你好过对我这个亲妈，她也更亲近你，我是她亲妈，我们母女俩相处总带着疏离之感，她不信我，防着我。方瑶，家主，小姐对我如何？大家有目共睹，叫她怎么说呢？家主叫她过来聊聊，怎么感觉是想将小姐嫁给他？但是家主能做得了小姐的主吗？而且凤情只会招男人上门，不会嫁出去，除非凤情不再是凤氏的接班人，以后不当凤家的主，那她便可以嫁出去。方瑶想到凤家主最近的动作，心里猜到是怎么一回事，面上却不显。不仅他和凤情盯着，海小姐那边同样盯着的，
到最后鹿死谁手？方瑶不管，他只听凤琴的吩咐，凤琴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。家主这么快就做好失败的准备了吗？不过方瑶也觉得家主必输无疑，这话他当然不敢说出来。他是忠于凤琴，但家主还是凤琴的亲妈。凤琴目前还是凤家的接班人，凤氏家族的族人很多都在袖手旁观，看样子并不会帮着家主，他们可能也盼着家主输吧。家主是靠着杀姐灭妹上位的，这样的传言早就在凤氏家族传播开来，只是族人们不敢公开讨论而已。对于凤氏族人来说，谁当家主，他们都只能看着，没有机会接触到核心权势的。不过上任家主的后代重新接管凤氏家族的话，对他们会好一点吧。毕竟凤莹小姐离开凤氏已经几十年了，重新回来需要拉拢人心的。更不要说凤莹小姐推回来的那个海玲了。海玲是在管城出生成长，属于管城人，她在凤氏家族里更加没有根基。就算有人早就投靠了海玲，其实也是他们被凤家主压得喘不过气来，才会转头向海玲，想拉凤家主下马的。海玲不姓凤，她若是真要接管凤氏家族，就要随母姓姓凤。凤家主恩着，他又看着方瑶，方瑶五官端正，不能说很帅，却也算得上好看。他自己的女儿也算不得美人的，凤若就比阿晴要好看。怎么又想起凤若了呢？凤家主在心里叹口气，在看方瑶时，眼神温和很多，对方瑶说道：“方瑶，你是阿晴身边最给力的人，现在什么情况你比谁都清楚。我做过的事总要为此付出代价，我倒是不后悔，就是不甘心。我都老了，结果还是逃不过。我只有阿晴这一个女儿，虽说她背刺了我，跟我不是一条心，但她毕竟是我怀胎10月所生的亲骨肉，我不得不为她打算。若是凤家易主，你就带着凤晴离开江城，远走他乡，隐姓埋名。有你在阿晴身边，我还是放心的。以你和阿晴的本事，就算去了陌生的地方，也能重新开始，替你们撑起一片蓝天。”凤家主是要将凤晴托付给方瑶，他现在都庆幸自己早早跟基地那边说了，让那边安排人过来跟在凤晴身边。